Startです。現在時間6點47分，我們要前往車站了。走路大概15、16分鐘過去。既然我們走過去還有那麼長的時間的話，我們趁四下無人來介紹一下挪威吧。挪威啊，它其實最有名的是他們的戶外生活文化，它叫做 Friluftsliv。他們的文化核心哦，它反映了挪威人熱愛戶外生活的一個什麼？而且他們非常尊重大自然。然後這個東西呢是一種生活哲學，它強調在自然中找到平靜、靈感、自我。畢竟挪威擁有壯麗的海的峽灣、山脈、森林跟北極光，所以這個文化跟它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密不可分。它這個文化就是與自然共存嘛，鼓勵人去走進自然這樣子。所以也是因為他們經常接觸大自然的關係，還有大量的戶外活動，所以呢，他們的戶外品牌也是特別有名哦。因為他們比較能夠知道從事戶外活動的人需要什麼東西。目前氣溫的話大概14度，然後真的那個 backpacker 不行啦，沒有窗戶，就是裡面很悶，然後蠻臭的，因為太多人。人少一點的話，空氣品質就會好一點。那人一多起來的話，那真的是除了臭之外，還有混濁，空氣混濁，還有人打呼，因為它的床位的關係嘛，有一個人分配到我頭部位置，然後他在那邊打呼。沒辦法，也只能住這樣子，沒選擇啊。這已經最便宜的啦，1500多吧一個晚上。我不只討厭樓梯，我還討厭上坡，那看得出來很陡嗎？走到都喘了。這個車班呢，大概要搭6個小時。那因為不用轉車的關係，所以對我來說壓力會稍微小一點。我只要找到能到奧斯陸的那班車，我基本上就已經把任務解決了。Apollo。Central Station 到啦，马上去找我們的入口。問題我根本不知道我是第幾個 platform 啊？這邊可以找。哦，很好。哎，這邊7點33，12哎，太好了，我找到了。12哎，找到了。12在哪？13、14、12哎。12在哪？我找到了，但这裡面现在沒有12，會不會在隔壁？我猜在隔壁啊。找一下，10到19。而且來到這邊很可怕的是什麼，你知道嗎？想上廁所不能上，因為這邊要加錢，要燒錢。這個末代貴族連廁所的錢都想省。我有點緊張到想大便，可是不能大便。什麼意思啊？看不懂哎。經過一番解難，希望再次發揮能力。好了，我確認超過3次了，這邊確實是去奧斯陸的，沒錯。7點33分。好的，很好很好。因為那天是晚上看不清楚，現在白天可以看到，上面都有寫說幾號到幾號是在哪一節車廂或往哪一個方向。然後像我們這邊的話，就是25號座位是靠走道的，所以我們到時候如果有車到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先找說是在哪個範圍、哪個區間可以搭的。是不是學到了？學到這個知識至少也要收20塊台幣吧？不過分吧？看到這邊人真是賺翻了，那一回生二回熟啊！我之前不會搭的時候，我真的壓力爆棚啊！現在也是很有壓力的，但是已經好一點了。人就是會突破自己的極限。我還以為到了，不是這一輛。一片光芒掠過心房，像夢一樣仿佛點到生死觸碰，是物是光。你說彩虹是不是幻想？我在其中找不到方向，前方的是你，真真假假。微風吹過，帶來危險，化作真。
今天就是我們在瑞典的最後一天啦，很難說。My brothers and my sisters, my beloveds. 哦，我要講話。 We are standing here today because you might have reached the end of yourself. You might be struggling with your mental health or with depression, and only one that can heal your soul. Because Jesus Christ gives not as this world gives. This world. 我真的很不喜歡這樣子，我只是想要在公園裡面享受一下我的安靜時光。結果他拿這個擴音器就在那邊大肆宣揚，說耶穌有多好啊！他說世界很混亂，但是沒關係，我們有耶穌什麼的，打擾到我了，瘋狂宣傳。好了，我要講一下瑞典的。瑞典對我來說，我覺得沒有到喜歡，也沒有到討厭。那最大的印象，最深的印象，反而是我吃的那個龍蝦沙拉。它是蝦子，但是吃起來真的很好吃。這是什麼奇怪的一個印象？城市蠻漂亮的，老城也很美，但大部分地方都要收錢。整體的氛圍的話，也還算友善。反正征服成功了啦，好不好？我們征服了這個第4個國家。下面呢，奧斯陸，我們的北歐的最後一個國家，即將在明天一大早迎接我們。哦，一大早又要去搭那個早上的車，搭車過去。又講得超級混亂，因為我腦子都是他們的最帥是最帥是最帥是。嘿嘿，下午1點18分啊，坐了6個小時的車。終於成功抵達了奧斯陸。我們現在的任務呢，就是去找我們的 backpacker。我特別定一個不要離車站太遠的地方。A train is now arriving on track 2. 我們去看一下那個貴松松的旅店到底是怎樣，超貴的，是我住過最貴的 backpacker。2300多平均下來，住3晚，走路過去大概15分鐘。哇哦，超酷的！這個車站簡直是外太空啊！我們又要坐星際之門到別的地方去。我要去到哪個星球了？哇哦，出口在哪？那是往前走。這邊店都沒有開。Come on, express your emotion. And like emotionally was distant, but that's why. 推着你前進，進來這裡，感覺好緊張。我們終於到了挪威奧斯陸。哇，這個景色完全不同啊！好，我們去我們的 backpacker。那現在呢？我剛才稍微瞄一下物價，好像。不知道是我现在已经有點價值觀偏差還是怎樣，就覺得不會很貴，大概都100多台幣啊。它這邊的挪威克朗大概是2.9塊台幣，1挪威克朗等於2.9，所以我大概都乘3就差不多了。我發現有一個很大的不同挪威這邊的男生跟女生，男生都超帥，然後女生就。也是蠻漂亮的，跟剛才北歐2個國家好像有點不同，至少我現在看到的。然後呢，來挪威這邊的話，其實我已經想好了，剛才那個6個小時的時間讓我深思，我有想3件事情想做的。挪威除了我們的那個貴松松旅店之外，當然還有它貴松松的挪威縮影，然後還有什麼有名的東西，它峽灣，對不對？挪威縮影就是那個峽灣，還有惡魔之蛇。我很早以前的時候就有看到那個圖片，我就覺得太酷啦！來挪威一定要去看一下那個奇景啊！後來發現我查一下，哇，那很难你可能去到那邊可能要3天還是幾天，就是它不是很容易抵達的地方。那時候那個帥弟也說，哇，那你會去看那個惡魔什麼的嗎？我說對，我沒有要去看，太遠了。他們這邊電車系統很發達哦，所以到時候我們會去一個地方也會搭電車。哎呦，這邊有一個販賣的地方，我們要不要先買個東西啊？算了，待會再買 ，sorry。
然後還學到了那個挪威的謝謝叫做 talk， 我們到時候有找機會用用看。然後所以呢，我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要跟最有名的其中一個挪威的人物見面，名人哦。他是誰嘞？不是孟克 ，Munch。我們要跟他見面，我们再想辦法跟他見面。然後第二件事情的話，因為挪威它是崇尚大自然風格大自然戶外的互動，所以呢，我們要我決定了。那車沒有在讓人的，我決定呢要為挪威的峽灣跟海風寫一首詩，這是我們第二個任務。然後第三個任務最神秘了，第三個任務想要猜猜看嘛？我先留一個懸念好了，聊着聊着就走過头了，沒關係。結果啊，昨天前天有那個瑞典，我的 IG 有人敲我，不算敲我吧，他就給我留言，是一個瑞典的類似旅遊的一個賬號吧，頻道，然後他就說，嘿，把你的影片發給我們，讓我幫你，就是讓我分享給大家。我說好啊，然後傳給他之後呢，就因為我們不是拍了各個國家的一些 short 嘛，然後傳給他之後呢，他跟我回說，我可以增加你的曝光率哦，然後就是你給我多少錢的話，就可以怎樣，給多少錢就怎樣，就幾個不同方案。然後他說，所以你要讓我们幫你們分享嗎？放到我們的網頁上。我說 No thanks，No thanks。瑞典，我討厭瑞典。有時候大家也很想去看峽灣的挪威縮影那種壯麗的景色，但是那是有錢人在做的事情，我們不能做這種事情。我們預算有限，路要走得夠長，就不能一次把所有力氣花光，懂嗎？我的預算我一下子這樣花光的話，我們之後沒有旅程啦，沒有新的旅程啦。什麼叫做燃燒殆盡？你知道嗎？不能燃燒殆盡啊！做人要留點餘地。越扯越奇怪啊！不講了，好像快到了，但再3分鐘，它應該在前方不遠處。不過我們還是會去看峽灣啦，這也是我的小夢想。但是怎麼看峽灣呢？我們應該會找一個最簡單、最經濟實惠的方式去看到峽灣。我會帶我們的各位戰友，還有童年的我，去看一下，去見識一下挪威的峽灣啊！敬請期待。我剛才看到一個挪威的女生的眼睛啊，是像那個日本的一個什麼青池的顏色一樣，就是藍色的。然後什麼青池啊，我都忘了，在北海道那邊的。我們 backpack 到了，在前面。我那時候在丹麥也有看到一個小女孩，也是這個顏色的。那時候有稍微拍一下，幫忙拍到 K7， 我住的就是 K7， 貴生生的 K7。鍍金鍍到 K7 哦，看一下到底是怎樣。它已經是我能夠選到最便宜，然後最接近車站的。我的選擇條件就是不要離車站太遠，因為否則我很難前往。然後第二就是不要太貴，然後再來是評價不能太差。這個吧。Hi, I have a reservation here. Your reservation? Yes. 他们非常嚴格，所以現在還不能進去。現在時間下午1點41分，我們3點再回來，所以呢，應該3點吧。所以我們在附近先逛一下啊，我來查一下附近哪邊可以去。好，我查好了，我們去跟孟克見面吧。走路過去，附近有一個孟克美術館，我們去找找。這樣的話，我們的3大任務，第一個任務似乎很快就完成了。剛來不到半小時就完成，有可能嗎？那第二個任務寫詩的話，就想說為什麼要寫詩？寫什麼詩？我可是之前是在寫詩的人我大學的時候寫詩都得獎，都第1名我不是在亂蓋哦，是真的哦。可以問我的老同學，
參加了2屆吧，因為我是到大3、大4才知道有這個活動，這個比賽，然後就都得第1名，強吧！而且那時候我得獎之後拿到的那個錢啊，我一直到前一陣子才把它拿出來花，然後結果那個錢都已經是變成舊鈔，那個1000元鈔票，我記得好像第1名有3000台幣吧，沒記錯的話，才把它拿出來花，而且不能花，拿去銀行換，因為已經是舊鈔了。哦，它不是3點入住啊，它是4點入住啊！哇塞！啊，那我們有很多時間呢。好，没關係。那我們就是找完孟克之後呢，孟克再往後，它其實還有一個，據說可以看到整個城市挪威奧斯陸橙色景觀的地方。我們在那邊看一下。我剛剛在那個 hostel 忘記裝點水了，等一下可能要去買個東西來喝。我觀察到這邊的人超愛跑步的，今天看到好幾組在跑步的。前面這個呢是奧斯陸歌劇院，這車子奧斯陸歌也看不太到了。那個水池超多，那個海鷗在戲水，你看過海鷗在戲水嗎？哦，這樣很漂亮這邊，哇，這邊整個景色超遼闊的，還蠻讚的。它這個上去的方式超酷，它是這樣陡陡的、斜斜的這樣一路上去，它可以上到最高哦。我已經累了，竟然有人把腳踏車騎到那麼高的地方，他們不覺得恐怖嗎？這樣下去的，真的很大膽這些人，超高的說，而且還是小朋友，我的天啊，大膽！好大膽！ Sto stato adesso. Sto stato adesso. 其實這邊也是挪威的海，包含了峽灣啊。但下面還有一些沙灘可以讓人去玩水的。小朋友在那邊玩水，有人說老人家如果上来這邊走路的話，小心跌倒，因為它是很多階段，有沒有？它是不規則設計。我看到孟克了，你看到嗎？Monk，橡皮吗 ？Munch， 对吗？没有 K 嗎 ？K， 我想說怎麼臭，原來有人在抽煙，臭我們進到歌劇院裡面了，1樓這邊是餐廳，然後這邊。旋轉的那個步道可以上樓。哦喲，看到廁所，我們去廁所裝點水。這邊廁所不收費，有人權。所以大家如果想上廁所的時候，來這邊歌劇院這邊可以上一下廁所。哇，你看這個椅子，這是羊毛還是人毛啊？有點恐怖真的，他的 Monk 沒有 K， 真的就是上面那個名字。然後他的生平的話呢，我剛才查到，他的本名，他的全名是 Edvard Munch， 他是屬於表現主義的一個畫家。奧斯陸幾乎是他所有創作的靈感來源所以說呢，他也是挪威最著名的畫家之一哦。他最有名的就是《吶喊》，吶喊就是那個，懂吧？然後還有《病童》。病童的話，其實我沒什麼印象，可能有看過《生命的舞蹈》，這也是他的代表作，3個代表作。那因為他小時候就失去了母親，然後呢，他家裡面的很多成員都患病，所以讓他對死亡焦慮跟孤獨感非常的敏感。然後他是早期受到印象派跟象徵主義影響，後來才發展出屬於他的獨特情感色彩風格。就是這個轉转乐，要水压力好大。
進來了，孟克的。我现在了解到为什麼那個菲爾說他每次都會去逛那個 souvenir， 因為在這邊就可以看到他一些代表作，如果你想買，就可以在這邊買。我們來看看我們想要找的那一個圖，這個就是它的代表作。看完出來了，它裡面有一個免費區，可以讓你看一些孟克的生平的介紹，還有他對藝術的一些想法，我覺得還蠻不錯的，不用花錢讓我看到。現在時間下午3點16分，我們在附近稍微再逛一下，還有一個景點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可以看到整個城市的景色的。所以我們剛才站在那邊好像也看到城市景色了，不過還有一個地方也可以看我們去那邊看一下。一個不太好的事情發生了，是一個壞消息的，就是呢，我又胃痛了，怎麼這樣？我到底做了什麼？我什麼也沒做，還是壓力太大了？我壓力太大了嗎？我想要吶喊，我想要吶喊。M 也是 Mickey 的 M 哦，我们都是 M。胃不舒服了，怎麼這樣？那天跟菲兒他們出來啊，我也在胃痛，然後他還說你好像很常胃痛哦。我說對啊，胃弱患者啊，我也沒什麼喝酒啊。我在想會不會是咖啡喝太多？對岸的那個建築顏色看起來有點像那種鐵鏽色，感覺好像蠻特別的。這邊的顏色也是很酷哎。後面的顏色，哎呦，後面那個又是現代的、時尚的一個摩登色彩的建築高樓。我發現挪威這邊高樓比較多哦，相較於前面2個北歐國家。然後這個小碼頭就是感覺大家都可以下去玩水的，它還特別設計一個那個算手扶梯，手扶梯嗎？反正就是梯子，你可以上下，容易上下，就可以跳下去玩水。然後旁邊也有看到有人在玩那個獨木舟，真的很愛戶外活動哎，真棒！現在氣溫大概20、21度啊，挪威怎麼天氣比那個還要暖啊？真特別所以我剛才有看到有人在跳水，在那邊大叫的。好，那我們就繼續在我這個胃痛的狀態下繼續前進。讚的這個小朋友都可以玩這種鐵人三項，長大的時候都可以去比賽。棒哦！哇，你看他們玩，這每個人都變成超強的，連小迪都可以玩嗎？我們看一下他能不能像剛才那姐姐一樣這樣轉下來。哦，他沒有轉下來，剛才姐姐比較酷，那姐姐剛才是這樣一路轉下來。哦，我們小時候就沒有像這種東西可以玩。那我們小時候也是精力旺盛，好不好？哎呦，有一些神秘果實哦。這個不是藍莓吧？不可能吧？我們要吃它的意思，我只看一下，我在胃痛，好不好？然後他剛才那個紀錄片裡面也有提到，孟克他後來還跑去巴黎，去跟那些藝術家交流，然後後來又有跑去柏林。所以你看，那時候巴黎真的是一個文化盛世，就是所有的藝術家、創作者，他們都會跑去那邊去，你懂嗎？文藝復興時期是不是都在巴黎啊？我不是很確定，因為學過但就忘了，學過就忘了。可以後面補上一下資料，就是在那個時代，好像大家都會去巴黎去做一些文藝交流，誕生了許多的一些傑出的創作者，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藝術家跟創作家。收尾怎麼收的有點踉踉蹌蹌？想說這是什麼禁止跳舞，結果哦原來是狗啊！禁止公狗亂尿尿，因為它看起來很像那個跳舞的那個揮舞裙子裙擺。他們挪威的文化就是接觸大自然嘛，就是各種體能的一些遊戲跟活動。那我小時候我的童年在幹嘛？我的童年就是任天堂 PS， 整天在打 game。
我對體能的活動真的是沒什麼接觸，我們家也沒有培養這種事情，所以我對遊戲呢特別了解，但是對體能方面呢就不盡人意。不過我大概國中、高中的時候開始喜歡打籃球啦，籃球很好玩。可是我漸漸的年紀越大，就不喜歡跟人家競爭。尤其是籃球啊，有時候打出火氣來了，有些人是暴力籃球所以我現在也不太喜歡打籃球，就是不是啦，應該說不太喜歡跟人家 PK。打輕鬆的健康球是 OK 啊，那 PK 型的我就是不行。我發現，因為我可能真的蠻常胃痛的，像我在台灣的時候，可能就平均大概2個月會胃痛一次。但是如果我有旅行的時候呢，我好像幾乎都會胃痛尤其是那種稍微有點時間長度的旅行，像之前東南亞也是胃痛，然後泰國那次也是胃痛，而且這次最扯，可能壓力真的很大，我胃痛2次，超誇張的。剛來的時候胃痛了1次嘛，然後後來就今天又再胃痛1次。我看我今天晚上也不能吃東西，今天要断食1日了。哦，他們都整個把那個自然風光都融入到那個城市裡面了，就城市跟自然無縫接軌的感覺，就是可以看得到一些生態。那地上這個白白的是鳥毛。我還以為是什麼花嘞，因為是鳥毛啊！你看那鳥也有鳥的休息區，他們都在那邊休息，然後有戲水區，他們都在那邊戲水，井然有序。你看那只海鸥，有没有？要去休息的时候，它就去休息区休息。有看到啊，好好笑哦！他們都有規劃可以不會亂走哦，就在那個休息區那邊。你看大家都去那邊哦。從這邊飛過來的有沒有？去那邊休息了。Amazing！ 他們那个是像類似鴨子的，因為我看它聽它飛的時候，對啊，你看哦，降落都是像鴨子一樣，因為它在飛的時候會這樣啊啊叫。然後這個是海鷗，海鷗叫聲不一樣，叫尖。